我找到了一个能够自由调整跑道长度与滑行道连接的方法。感谢 Verdi 的影片分享。首先，先将原本的跑道与飞机路线删除，接着开启开发者模式。如果不会开，网络上有教学影片可以参考。按下 Tab 键，然后打开这个，就可以看到道路与飞机路径的线路。再按下 Home 键，在搜寻栏输入 Airplane， 建造新的跑道与滑行道。完成后，再来用这个摆在跑道上。要特别注意黄色线是否有正确连到跑道上。确认无误后，将路线重新连接并测试是否成功。如果一切顺利，就大功告成了。其他细节就和我们第一集的机场建造流程相同，这边就不赘述了。前面2集已经完成机场的绝大多数建设，本集作为机场系列的最终章，将完成货运区、储油设施，并完整介绍整个机场区域的交通设计细节。那我们就从机场与本岛衔接的路口开始吧。上集我们设计桥下左转弯车道过于弯曲，车辆必须绕一段 S 型弯才能驶出。这集进行了调整，让入口与出口的转弯更加顺畅。左转车道比右转多一条，因为左转往市区的车流预期较大，加上需要等红绿灯，额外的车道可以提供更充足的储车空间。此外，我也预留了未来衔接高速公路的空间。虽然目前城市人口才2万，还不会塞车，但这些预留空间未来一定派得上用场。进入机场后，从左往右开始介绍整体规划。首先是机场的储油设施，负责供应航空燃料给机场内的所有飞机。
设施包含储油槽、过滤设备、油管、消防管线等，并设有供储油船靠泊的专用码头。白色的是油管，红色则代表消防管。毕竟这里储存了大量燃料，任何火灾都会造成严重后果。当然，这些储油槽内部我摆上了真实功能的建筑，使其具备功能。旁边有2块空地与停车场，其中1块预留作为资源回收中心，另1块则是弹性空间，未来可能用于活动或演唱会等用途。接下来是航警局与消防队，负责机场内的治安与事故救援。来到机场航厦区域，虽然只有1座主航厦，但配套设施完善。停车场分为3个区域 ，P1 和 P2 给一般小客车停放。为了避免旅客出国返国后找不到车，我在每栋立体停车场外都标注清楚的编号。P3 则提供大客车停靠与加油功能。道路设计参考了服务区的配置，而一旁有一条可以通往机场其他区域的道路。连接机场的环路很简单，道路设计的重点就是入口明确，出口顺畅。车辆进入时分为3条动线：出发、抵达、停车，以颜色与标线明确引导驾驶进入正确车道，避免迷路。离开机场则走绿色车道，若需要重绕，再走蓝色车道绕一圈即可。机场旁设有火车站，让市民能一站直达4公里外的市中心，提供比开车更快速、便利的替代方案。火车站与机场航厦有高架人行道衔接，方便拖行李的乘客不必频繁上下楼梯。火车站另一侧也连接到旅客码头，虽然使用量较低，但若哪天因天灾导致联络桥断裂，这座码头将发挥备援作用。旁边几栋模拟为机场饭店，实际为没有功能的建筑，但内部摆入有功能的建筑。来到货物区部分，这里是整个机场的物流核心。前一集已完成路网设计，这集则摆放建筑。贴满地面，摆放摆件，并设置护岸。回到第1集提到的放样技巧，统一角度与方向，能让地景物件整齐排列，不需要依靠 Move It 慢慢对齐，只要复制、贴上、移动就好。
最后一样在装饰用建筑内塞入有功能的工业建筑。货运区分成两部分，机场货运与一般工业区。设计上与机场一样，采逆时针动线进出，避免车辆交织。入口地面设有预告标示，清楚指引货运车道。因为整个城市使用双直行车道的逻辑，这种非惯性的设计就必须加以提示。来谈谈3个道路设计的小巧思。第一个是主支道衔接。为什么这里我没有用 T 字路口，而是让道路弯过去？因为干道的方向是向右延伸进机场，因此整体路线应该顺着干道方向设计，避免驾驶搞不清楚左右转而迷路。第二是减少变道机会，变道容易造成事故，也会破坏整体流量。变道的原因除了驾驶素质外，往往与设计有关，例如车道太多，不清楚怎么开，或标示不清楚，导致最后一刻才变道。我的解法是把车道数精简至符合需求，越多的车道只会诱使更多私家车上路，造成更多的变道机会，并在非惯性设计的道路透过颜色与地面标线提前预告。还有一种情况是直行车被左转车挡住而被迫变道，这时就应该额外增设左转专用道。举例来说，我的货物区主干道设计，让货车进出货物区全程直行，不需变道。就算没导航，也能自然顺着道路开到目的地。这就是良好道路设计的成果。为什么有些地方道路会觉得很难走、很迷茫，感觉不知道怎么开？还衍生出了导航要做到车道导航，实际上是道路设计奇烂无比导致。第3是转弯曲线设计。现实中要考虑各种车种的转弯半径。游戏内我针对货车调整路缘设计，拉长转弯区以避免车辆卡弯。好了，机场总算完工啦。接下来我们终于要回到青林岛的主体继续开发了。如果你有任何想看的内容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喜欢的话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